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NASA 地下实验把重力关掉了，人类是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高维时空登陆搭建码头。这场实验的同一分钟，牧场主看见星光弯曲， NASA 仪器也记录到引力衰减，这不是巧合。2006年3月，内华达州林肯郡的沙漠上空出现了一段异常的黑色空洞带。当地牧场主哈罗德·金在自家谷仓外抽烟时，亲眼看见天空像被某种无形力量按下暂停键，星光出现肉眼可见的偏移。他后来在县警局的笔录里反复提到那种像玻璃弯曲的视觉错觉，但警方只当他喝多了威士忌。真正重视这份笔录的却是2周后从华盛顿飞来的3名军方人员，他们没有佩戴军衔，只出示了一张印有五角大楼徽章的证件。哈罗德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并交出当晚拍摄的 DV 录像带。那盘录像带后来被归档进一个代号为 Anchor 17的档案柜。而在距离内华达800公里外的休斯敦 NASA 约翰逊太空中心的一间地下实验室里，一名叫艾德里安·沃克的理论物理学家正盯着重力波干涉仪的读数发呆。数据显示，在美国本土西部出现了一次极其短暂却强烈的局部引力衰减现象，持续时间恰好72秒，与哈罗德目击的时间完全重合。艾德里安原本研究的是深空推进，但自从2003年某个机密会议之后，他被调入一个名为锚定计划的跨部门项目。该项目表面上是研究近地轨道碎片控制技术，实际核心却是试图在特定区域关闭重力场的微弱效应。理论基础源自1978年一份未公开的解密文稿。那份文稿提出，在强电磁脉冲与极低温超导材料的交叉条件下，可以对时空曲率产生可测量的微小抑制。艾德里安在实验室的白板上画满了爱因斯坦场方程式的变形版本，却始终不敢把那个最关键的假设写出来。如果重力能被局部削弱，那么它是否也能被锚定或反向固定？而这正是军方真正感兴趣的部分。2005年秋天，美军在阿拉斯加的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也曾进行过一次代号蓝色水槽的实验。官方说法是高空雷达测试，但当晚基地周边5公里内的动物出现集体躁动， GPS 讯号产生30秒的时间戳漂移，这些异常都被归为设备故障。然而艾德里安手里的内部报告显示，那次试验其实启动了一台被称为 GR 毛核的原型装置。装置核心是一块来自加州劳伦斯利弗摩国家实验室的实验性超导合金，内含高比例的铌与一种来源未明的稀有金属。传闻那种金属来自1996年犹他州坠落的一枚陨石碎片，当年负责回收的承包商是一家名为螺旋前沿的私人公司，而螺旋前沿的董事之一正是艾德里安在麻省理工时期的导师马修·克莱恩博士。马修在2004年突然辞去教职，进入军方顾问体系，从此再未公开发表论文。2006年那次内华达异常发生后，马修亲自飞到休斯敦，深夜在地下实验室与艾德里安对话。他们的对话被记录在一份未标日期的备忘录中。备忘录提到，窗口已经开启，但我们只成功关闭了 0.7% 的重力常数局部效应。这句话让艾德里安彻夜难眠，因为如果真能改变重力常数，那意味着人类不仅可以让物体失重，甚至可能在理论上改写行星轨道的微小偏移。军方对此的想象远比科学家更激进。某份流出的简报显示，锚定计划未来阶段将部署于太平洋某处。未公开的海上平台透过同步卫星与地面电磁塔形成三角锁定场，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5分钟的低引力区域，用于测试新型高超音速载具的结构极限。然而真正令艾德里安心生疑虑的是另一条隐藏在附录里的备注：若重力关闭效应稳定，将进一步测试时间相位漂移。时间相位漂移这个词在公开物理学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更像科幻小说中的概念，但在那份附录里却被当成既定目标。2007年初，一名叫索菲亚·的数据分析师加入项目。他原本在加州理工研究黑洞吸积盘模拟，却因某次学术会议上对引力屏蔽假说的提问而被军方注意。索菲亚与艾德里安在实验室里反复比对数据，他们发现每次重力微弱衰减时，附近的原子钟都出现奈秒级别的提前现象，时间在那片空间里稍微跑快了一点。索菲亚私下对艾德里安说，也许我们不是在关闭重力，而是在松动时空的织布线。这句话让艾德里安想起少年时读过的量子泡沫理论。他忽然意识到安克计划可能无意间触碰了更深层的结构。2008年4月，太平洋测试如期进行，
那是一片远离航道的深海区域。当 GR 毛核全功率启动时，平台周围300米，海面出现短暂的凹陷，海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压低，又在4分钟后恢复原状。卫星数据显示，该区域引力值下降了 0.6%， 时间相位漂移达到12奈秒。试验被宣称成功，但就在数据回传的瞬间，平台外围监测到一个未明高速物体穿越低引力区域，其轨迹不符合任何已知飞行器，雷达截面极小，速度却超过第6宇宙速度的模拟值。军方将其标记为回声阴影，并迅速封存相关资料。艾德里安在会议上提出质疑，认为那可能是数据噪音，但索菲亚私下告诉他在频谱分析中看见一段不属于人造信号的脉冲节律。像某种回应，2009年后，安克计划逐渐淡出公开预算，却在黑色项目名单中获得更多资金。艾德里安开始怀疑，这项所谓的重力关闭实验也许并非单纯军事应用，而是在尝试为某种未知存在打开门缝。因为如果低引力区域真的改变了时空结构，那么谁能保证另一侧没有正在观察的东西？哈罗德金多年后仍坚持他那晚看见天空被折弯，而索菲亚在离职前留下最后一份报告，里面写着一句话：我们以为在锚定地球，其实可能是在让地球被锚定。这句话至今未被解释。安克计划是否真的成功关闭过重力，亦或只是人类对未知力量的一次危险试探，没有公开答案。但在某些夜晚，内华达沙漠的星空依然会出现微不可察的偏移，而在那些瞬间，或许重力曾被谁轻轻松开。艾德里安·沃克在2010年深秋的某个凌晨，于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郊的一处名为影视角的机密疗养院中醒来。他的手指不自觉地在粗糙的床单上划出复杂的拓扑线条，那些线条正是当年 GR 毛核核心组件泥合金表面的子纹路。他记得索菲亚林在消失前寄给他的最后一封航空邮件，信封里没有信纸，只有一张摄于2009年2月14日的西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边境照片。照片背景是一片毫无特色的荒原，但如果用强紫外线灯照射，就会在云层边缘看见一串类似摩斯电码的噪点。艾德里安知道那不是摄影瑕疵，那是时空在局部被强行拉直后留下的光学残影。那一年，螺旋前沿私人公司突然宣布破产，其所有的实验室设备在48小时内被军方重型运输机搬空。随后，马修·克莱恩博士在苏黎世的一场私人拍卖会上露面。据传，他当时正试图寻购一块来自15世纪的乌拉尔山脉陨石样本，该样本据说具有天然的抗引力矩阵结构。这让艾德里安开始怀疑马修早已弃了科学界，转而投向了一种被隐藏在现代物理学外衣下的古老炼金逻辑。而在遥远的西太平洋，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约翰逊太空中心的引力监控仪再次出现了，那种令艾德里安恐惧的力常数局部坍塌。数据显示，在震央附近的深海沟区域，引力在海啸发生前曾短暂消失了3秒。这3秒钟内，卫星监测到海床上有一组直径约500米的同心圆形波纹，那根本不是地质活动能解释的形态。艾德里安在疗养院的墙壁上用指甲刻下了一行公式，那是爱因斯坦场方程式的一个极端解，代表着当引力被局部归零时，物质将不再受三维空间束缚，而是会向更高维度的锚点坠落。他开始意识到，那枚1996年坠落在犹他州的陨石碎片并非矿石，而是一具精密航行装置的外壳残片。螺旋前沿公司研究的也不是合金，而是如何重启这具装置与其母体的量子纠缠联系。2012年12月，一名自称是国防情报局心理评估官的女性来到疗养院面见艾德里安，她递给他一份关于索菲亚林的失踪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索菲亚在离开项目后并未隐居，而是前往了西藏阿里地区的一处无人区。在那里，他与一群据称能预知天体运动的密宗僧侣生活了半年。最后一次目击记录是他在一场罕见的白昼流星雨中走向神山冈仁波齐的北坡，之后便与当地的磁场讯号一同消失。这名评估官问艾德里安是否记得在2008年太平洋测试中看见的那个回声阴影物体。艾德里安沉默良久，他想起那天雷达荧幕上跳动的绿点，那不是飞行器，那更像是一个正在读取的进度条，某种意志正在透过那个低引力窗口上传特定的时空指令。2014年，艾德里安透过一名匿名的前螺旋员工获得了一份加密硬盘，里面记录了名为 Anchor X 的后续计划。该计划竟然试图在月球背面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电磁锁定场。
目的是为了捕捉那些频繁出现在地球轨道周边的引力异常点。这份数据证实了艾德里安最深的恐惧，并非在开发武器，人类是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时空登陆搭建码头，而重力就是这道门上的锁。当我们尝试关闭重力，就是在主动邀请门外的访客进入。2016年，哈罗德·金在内华达州的家中去世，死因是罕见的辐射诱发性白血病。他在临终前对县警局的一名年轻警察说，他在2006年那天看见的不是空洞，而是无数双金色的眼睛在折弯的星空背后注视着。这位警察在多年后将这段遗言私下告诉了仍在追查真相的艾德里安，这促使艾德里安决定逃离疗养院。他利用自己对重力感应门系统的了解，干扰了疗养院的感应频率，在2018年的春分之日消失在特区的夜色中。随后，全球多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引力异常报告。从北欧的峡湾到南美的高原，人们拍到云层被整齐地切开，或者是水滴在半空中悬停超过10秒。媒体将其归类为集体幻觉或极光效应。但艾德里安知道，这是安克计划留下的时空织布线正在加速脱落的征兆。他现在潜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处报废油田地窖里，手里握着一枚从垃圾场捡来的泥合金废料。这块金属在某些特定频率下会发出细微的风鸣。艾德里安相信这是索菲亚在另一侧传回的信号。他在地窖的墙上写下了最后的结论：引力不是物质产生的，它是这座时空牢笼的围墙。我们以为我们在锚定地球使其稳定，实际上我们是这座星球上的囚犯。而那群隐藏在军方与螺旋公司背后的推动者，他们不是在保护人类，他们是正在跟牢笼外的存在谈判，试图用少数人的自由换取跨维度的特权。2020年 NASA 的一颗红外望远镜在奥莫莫离开太阳系时，捕捉到了一段非自然的引力波跳动，频率与2008年太平洋测试时回传的脉冲节律完全吻合。数据在回传地面的3分钟后被国安局全面接管并抹除。同年，全球范围内的重力常数出现了100万分之一的波动，虽然细微到无法被大众察觉，但却导致了多架高精密客机出现自动驾驶系统紊乱。艾德里安在地窖里自制的短波电台听到了这些消息，他明白锚定已经失效，或者说那只压在海面上的手已经决定撤走，准备迎接真正的风暴。他在手记中写道，当重力最终被彻底松开的那一天，我们看见的将不再是蓝色的地，而是宇宙最原始、最混乱的真面目。在那里，时间不再线性，物质不再坚毅。我们将不得不直视那些在2006年就已经在内华达沙漠上空等待的金色眼睛。2024年，艾德里安的踪迹在加州圣安地列斯断层带附近最后一次出现。随后，该地区发生了一次无感的引力脉冲。当地的物理实验室发现，原本应该下垂的铅垂线在那一刻平移了5度，被地心的某种力量排斥。这件事被记录在未解决的物理意象汇编中，却再也没有艾德里安的消息。有人说他成功跨越了那个被关闭的窗口去寻找索菲亚，也有人说他被螺旋前沿的清道夫彻底抹除。但无论真相如何，安克计划留下的阴影已经渗透进全球防御系统的每一个角落。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在某些安静的夜晚观察内华达州的星光，你会发现星光的弯曲率比20年前增加了 0.03%。这不是天文学的误差，这是时空之墙变薄的证据。或许正如索菲亚所言，我们并非观察者，我们只是被锚定在坐标上的观测样本。而那场始于2006年的实验早已将整个人类文明带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时间相位。重力的松动并非科技的进步，而是一场缓慢而优雅的收割前奏。当我们学会如何关闭重力，我们也就学会了如何亲手推开那扇通往终结的门。在那个地窖的角落，艾德里安留下了一个微型计时器，计时器上的数字并非倒数计时，而是显示着地球重力常数与原始基准的偏差率。现在那个数字正以每小时10纳米的频率向0靠近。当数据归零的那一刻，哈罗德·金所看见的黑色空洞将会覆盖整个苍穹，而我们将第一次明白为何古老的文献中总说众神并不住在天上，而是住在引力的裂隙之中。艾德里安最后推测，假设到了2027年1月，德克萨斯州米德兰郊外那座早已废弃的油田地窖内，温度骤降至摄氏0下5度。艾德里安手中的泥合金碎片开始以每秒3次的节律震动，那种风鸣声不再细微，
而是向某种远端设备成功连线后的同步提示音。他立刻打开改装过的短波接收机，频段停在 7.83 赫兹，那是地球舒曼共振的基频，但此刻却混入了一组规律的高频脉冲，频率与2008年太平洋回声阴影事件完全重合。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具体时间与地点，并将讯号强度对照2020年 NASA 红外望远镜截获奥莫莫引力波异常的数据曲线，两者几乎重叠。这意味着某种跨越17年的回应正在完成最后的校准。当天清晨5点，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官方网站发布一则简短通告，称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附近出现重力梯度瞬时异常，但数值未达公告标准，仅供科研参考。艾德里安知道那是谎言，因为他自制的重力偏差仪显示，在同一时刻，全球重力场数偏差率从100万分之一瞬间跳升至100万分之3，而那个他留在地窖角落的微型计时器数字从 0.000003 迅速逼近 0.000000。他突然意识到，所谓原始基准并非自然常数，而是一个被设置于地球外围的锁定参考值。一旦偏差归零，代表锁已解开。2027年3月20日春分当天，加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内部会议室爆发激烈争论，因为深空网络在距离地球 0.3 天文单位处侦测到一个质量不明的引力节点，其力透镜效应却没有对应的可见光来源。这种无质量透镜理论上只存在于数学推导中，却在监测屏幕上清晰可见。会议记录显示，一名年轻工程师提到 Anchor X 的字样，随即被上级打断，资料被列为机密封存。一时间，苏黎世湖畔的一栋私人别墅内，马修·克莱恩博士正透过一面直径2米的低温超导圆盘进行测试。那块据称来自乌拉尔山脉的15世纪陨石样本嵌在圆盘中央。当圆盘通电时，整个房间的水银温度计颤动了2度，窗外湖面泛起同心圆波纹。马修低声对一名穿着灰色西装的男子说：“窗口正在稳定，我们不再需要地球的海上平台。”那名男子胸前别着没有标志的黑色徽章，只回了一句：“委员会已批准最终相位。”根据讯号源追踪至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北方40公里的荒原，那正是索菲亚照片拍摄的位置。他在夜色中架设简易磁场传感器。当地时间2027年4月2日22点，天空出现肉眼可见的弧形光带，并非极光，也非流星，而是像一条被撕裂的黑色缝隙边缘渗出金色光芒。他想起哈罗德金所说的金色眼睛，忽然明白那或许不是生物，而是一种观测阵列，透过重力松动形成的裂隙观察地球这个样本场域。22点17分，地表重力下降 0.8%， 沙粒开始微微漂浮。远处一辆停放的皮卡车车门自动打开又关闭，他的仪器录到一组清晰的摩斯节律。他突然理解索菲亚当年在冈仁波齐北坡消失并非死亡，而是完成了某种相位转移。因为当重力局部归零，物质将向更高维度锚点坠落，那个锚点或许并不在宇宙远方，而就在我们时空的折层之中。2027年5月，全球多国航空管理局发布内部通知，要求飞行员在特定经纬度上空改用手动操控，因为自动驾驶在那片区域会出现虚假下沉、错误警示，媒体仍然称之为软件漏洞。但艾德里安从一名匿名工程师处得知，这些区域正对应安克计划历年测试的三角锁定坐标，整个地球正在被重新标记成一个更大的几何阵列。他在罗斯威尔荒原地下挖出一块锈蚀金属板，板上刻着螺旋前沿的旧标志与一串数字1996 UT 德尔塔7，那正是犹他州陨石残片编号。他将泥合金碎片嵌入金属板凹槽，瞬间听见清晰的人声从风鸣中浮现，那是索菲亚的声音，冷静而遥远。他说，引力不是墙，它是滤网，我们不是囚犯，我们是被筛选者。讯号随即中断，但足以让艾德里安理解最后的真相。安克计划并非单向邀请外来者，而是一场双向筛选实验。当重力松动，能在相位中保持结构稳定的意识将被提取，其余则留在原始三维中继续运行。2027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备忘录首次承认全球重力常数已回到所谓原始基准 0.000000， 微型计时器在地窖中停格。而当晚，全球数百座精密实验室同时记录到铅垂线偏移与原子钟提前12奈秒的同步现象。这不是崩溃，而是校准完成的标志。8月15日，
苏黎世湖畔别墅发生不明爆炸，警方在残骸中未找到马修·克莱恩遗体，只发现那块乌拉尔陨石样本融化成一层极薄的银色薄膜，如同被抽离了核心结构。而同一时间，罗斯威尔荒原上空再次出现金色弧光。德里安站在裂隙下，重力恢复正常，沙粒落回地面，天空重新闭合。他明白门并未完全敞开，而是完成了一次选择性的通信。他的短波机最后一次收到索菲亚的讯息，不要再试图关闭重力，他会自己选择何时松开。自2006年以来，全球重力常数的微小波动已被正式列入基础物理异常年报。而在那些冷静的数据曲线背后，或许真的存在一场假真参半的跨维谈判。我们称之为物理学，他们称之为筛选。而重力从来不是自然给予的恩赐，它只是宇宙用来决定谁能看见金色眼睛的最后一道预知。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